男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只会飞的鲛人，传说只要能和鲛人有床地之欢，并可得到他体内的圣火，得到天下。作为一直被欺压的陈国质子苏恒，在遇到鲛人后，利欲熏心的他便和魏国世子叶远玄设计夺取圣火。正巧这天是红月之日，就是捕捉鲛人的最好时机。叶远玄故意施法，用藤蔓攻击水中的鲛人，让苏恒在危机时刻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戏码。果然，心地善良的鲛人在看到苏恒受伤后，不仅用真气救了他一命，还将他带回了自己的住处。醒来的苏恒以为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，可是没想到，在慕容安回头的那一刻，自己便情不自禁爱上了他。但是在爱情和权力的欲望下，他还是选择了后者。他将自己从小被送去魏国当质子受人欺辱的事告诉了慕容安，博得他的同情。果然，未经世事的慕容安在苏恒的花言巧语下，很快便沦陷，不仅教会了他很多高超的剑术，还将鲛人族独有的秘籍都传授给了他。就这样，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，很快便相爱了。可是就在苏恒准备夺取圣火时，迷雾森林中的树神将慕容安给唤醒了。为了考验苏恒的真心，慕容安在他面前使用魂魄现出了真身。而早有准备的苏恒见状，也表现得非常淡定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慕容安甘愿放下手中的利剑，追随他而去。但是苏恒的目的是在迷雾森林得到圣火，所以他准备铤而走险，让叶远玄杀了自己。果然，慕容安在看到苏恒被杀后，使用魂魄绝技将叶远玄震伤，然后带着苏恒回去，用自己的元神帮他医治。可是无论他怎么施法，苏恒的伤势依旧不乐观。别无他法的慕容安只能去请求树神帮忙。虽然树神没有直接告诉他救治苏恒的方法，但是却旁敲侧击地告诉了他圣火。让我去救他。虽然慕容安知道了失去圣火就意味着什么，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救下苏恒。就这样，慕容安用人类特殊的方式把圣火传递给了苏恒。第二天，苏恒完好无损地醒了过来。得到圣火的他虽然对慕容安的温柔乡念念不舍，但他还是绝情地带着圣火离开了这里。原本得到圣火后，他要分一半给叶远玄，可最后苏恒却翻脸不认人，打伤了叶远玄后离开了迷雾森林。这边醒来的慕容安一直不见苏恒的身影，外出寻找时却遇到了受伤的叶远玄。叶远玄见状便将他们的阴谋全部告诉了慕容安，直到这一刻，慕容安才知道苏恒骗了他的感情。通过迷雾森林的水中倒影，他得知了苏恒利用圣火即将登上皇位。他便向神树告别后，竟立马只身来到陈国，一口气便杀入皇宫内。你骗了我。不，我只是不辞而别。面对苏恒满口的谎言，慕容安已不再信任，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圣火。但他现在已然不是苏恒的对手，三两下便被苏恒拿下。表面慕容安被渣男欺骗了，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那天苏恒在拿到圣火后，他被慕容安舍身救己的举动所动容。之前两人的点滴早已生出了爱情萌芽，如今只想慕容安留在身边做自己的女人。但被伤过一次的慕容安，此生不想再被辜负，随即就要放出大招，逼迫苏恒交出圣火。你真的要使用魂魄？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话音未落，苏恒的脸上却开始燃烧。他睁大铜铃，不敢相信慕容安能这么绝情。但不一会，他就恢复了正常。因为这一刻，慕容安心软了。随后，苏恒一阵撩妹语录，慕容安望着满眼深情的他，决定再尝一尝这人间的情爱。就这样，慕容安留在了这皇宫。然而，他鲛人的身份令朝中大臣们惶恐不安。慕容安之前杀入皇宫的举动已深入人心。听闻苏恒要娶鲛人为王后，竟联合地上奏折，请求他们的王即刻斩杀此妖女。可慕容安好不容易来到苏恒的世界，他哪能听信大臣们的谗言？为了让朝中人信服，苏恒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，查阅古今医书。他要配制一种名为烈魂水的汤药，此药能为慕容安去掉人鱼模样，从而彻底化为人。殊不知汤药有着巨大副作用，然而为爱上头的慕容安竟直接将汤药一饮而尽，因为他明白要选择留在苏恒身边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顿时慕容安疼痛难忍，甚至无法下床走路。苏恒见此情景很是心疼，他对慕容安说：“疼了就啃他胳膊。”随后把慕容安揽入怀中，为两人美好的未来画下大饼。慕容安强忍着褪去鳞片的痛苦，不一会他便昏了过去，只期望自己的付出不要被辜负。最终慕容安忍过了疼痛，熬到了红月之夜。传说到了这天，鲛人必须入水变回原形。苏恒提前安排慕容安进入水中，然后当着朝中大臣们的面直接捞出慕容安，只为表明他们将来的王后并不是什么鲛人妖怪。看着为了自己做出如此牺牲的慕容安，苏恒心中满是歉意。本以为两人经历此事后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可是没想到刚刚登基的苏恒却被元老刘丞相牵制的死死，这让一向对权力有着极大欲望的苏恒很是被动。所以在太监的建议下，他决定接近刘丞相的女儿刘星慈来丰满自己的羽翼。第二天，他便假扮成画师来到刘星慈经常出入的画室，然后凭借自己高超的画技赢得了他的芳心。看着羞答答的刘星慈，苏恒确定他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，但是为了自己的计划不会败露，他故意强忍着对慕容安的思念不去看他。可是爱一个人的心却是会情不自禁的。几日过后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慕容安的住处。苏恒，你终于是认准我。你想错了。我不相信。
不然你不会这么对我。你对你的心，你难道还不信吗？最高明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。苏恒深知慕容安不是什么普通女子，想要让她心甘情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苏恒为她打造了一个酷似迷雾森林的地方。表面上苏恒是为了讨慕容安的欢心，实则是为了把她软禁在这里，自己方便去勾搭刘星慈。安顿好慕容安后，苏恒继续到画室替刘星慈画画取悦她。虽然刘星慈一直不知道苏恒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他的老爹一眼就从画中看出是出自苏恒之手。再加上听闻与自己作对的司空大人要把女儿送进皇宫，他立刻谋划了一场芳华宴。宴会上，刘星慈一袭紫衣翩翩起舞，可谓是美轮美奂。而苏恒见状，也早已洞悉了这父女俩的阴谋。他故意被刘星慈迷住，准备上前表明真心。没想到这时慕容安却男扮女装从天而降。这位公子，我出个高价，把他让给我吧。你要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先跟你谈。话音刚落，苏恒不顾众人异样的眼光，抱着慕容安就离开了这里。本以为这次计划失败，苏恒就不会迎娶刘星慈了。可是没想到几日后，他却在大殿上下旨，本月初6迎娶刘星慈。大婚当晚，他失落的来到迷雾森林，独自伤感，却不成想苏恒竟然抛下刘星慈来到了这里。你为什么要娶别的女人？我那是为了保住王位。你到底怕失去你？我都会死。这是我的幸福之书，只会你守着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恋爱脑真的太可怕了，就这几句甜言蜜语让慕容安再次陷了进去。而这边还在新房等着苏恒来掀盖头的刘星慈，却从太监口中得知他今晚留宿在了慕容安那里，满心欢喜的自认为嫁给了所爱之人，结果到头来自己却是他得到权力的一颗棋子。被冷落数日后的刘星慈决定开始反击，他让父亲刘丞相制造出陈国与郑国的战事，然后再让父亲出面以平息战乱为由逼迫苏恒宠幸自己。果然在父女两人威逼利诱下，苏恒不得不照做。不带任何感情的苏恒就这样与刘星慈一夜颠鸾倒凤，而这边的慕容安却因苏恒的失约伤心不已。看着手上的镯子，他拿起石头欲将它砸碎，可是最后镯子没砸碎，却砸伤了自己的手。婢女见状急忙跑去给苏恒通报，而此时刘星慈就在身边，苏恒不得不做出一副绝情的样子，不但没有一句关心的话语，还传旨让慕容安禁足半年。苏恒的这举动可让一旁的刘星慈心里乐开了花。刘星慈这人表面是个乖乖女，实际背地里既阴暗又狠毒，嫉妒心又强。他在得知了苏恒和慕容安有一对情侣手镯后，便在苏恒面前阴阳怪气的数落他不爱自己。苏恒没办法，只能摘下镯子送给他。得到镯子的刘星慈第二天便去御花园偶遇慕容安，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教训一下他，可慕容安岂是什么寻常女子？他立刻拔出侍卫的刀架到刘星慈脖子上。这边的苏恒和刘丞相得到消息，匆匆赶来。苏恒，你又骗我！你说过你心里只有我一个，可是你为何要把这个镯子送给他？在你的心里，我究竟是什么？你是我夫人，我宠你爱你，就如同心慈一样。苏恒的这番话像一把尖刀，狠狠刺进了慕容安的心里。为了安抚大臣，怕他造反，苏恒只能狠心令人先将慕容安打入冷宫，事后再向他解释。可已经遍体鳞伤的慕容安只想回到属于鲛人的迷雾森林。两人拉扯中，不料意外发现慕容安怀上了孩子。为什么你有身孕了？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能如何？安心留下来，我会给你和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苏恒贴近慕容安的肚子，聆听着宝宝的动静，沉浸在喜当爹的愉悦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怀孕的消息传到了新妃妇女耳中。随后他们竟收买御医，在安胎药中做下手脚。慕容安很快有了危险反应，御医在一旁说道：“如今孩子大人只能保一个。”闻言，苏恒就要诛了御医9族。震怒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新妃妇女搞的鬼，但他实权未掌握之前必须隐忍。之后，苏恒就这样陪在慕容安身边，7天7夜不曾上朝。在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眼中，苏恒是因失去孩子悲伤过度，而实则是掩人耳目，暗中已经救下了孩子。伤心欲绝的慕容安得知真相后泣不成声，同时也明白了苏恒的真情实意。可好不容易熬到了临产这天，掌权大臣却突然举兵谋反。与此同时，大肚子的慕容安也被发现。新妃见状，连忙命人斩杀他。还好有人替慕容安抵挡了一阵，他才得以进入水中产下宝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苏恒才来看望他们母子。可不知情的慕容安如今心已死，告别苏恒后便化为蝴蝶离开了此地。